亲爱的灵魂家人，今天我们通过塔罗牌来占卜，来接收宇宙给你的缘分讯息，显化你的爱情，抓住你的爱情。来看一下你的新恋人是怎样的性格特质，你们会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发生，相遇的地点又在哪里呢？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其中1组牌卡进行聆听，接收宇宙的指引。那么首先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在这个小仪式之后，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选择。首先请跟我做，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呼吸上，以及我们的眉心之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指引我，什么样的新恋情、新恋人正在向我靠近呢？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如果你看到的是2张牌卡之间的话呢，那你可能2组都要聆听哦，其中都有宇宙给你的指引的，综合一下这2个人物。在聆听今天的占卜讯息之后，如果这个新恋人是你喜欢的，你愿意接收，那么就请在公屏打出来，在视频下面留言，接受爱情、感恩宇宙等等的一个字样哦，来更多的显化我们这份美好的爱情。如果这个人是你不喜欢的，那你也要告诉宇宙哦，这个人呢可能并不是你喜欢的爱人，你要重新去做选择。当然在睡觉之前，我们就可以祷告，告诉宇宙，告诉你的指导灵、守护天使，你希望怎样的恋人出现在你的身边，告诉他们你有怎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呢，就会跟你自己期待的爱情更加的接近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占卜，也记得多多的留言、点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讯息吧。你即将会遇见怎样的新恋人、新爱情呢？首先可以看到这份感情给予你非常轻松、自在、享受的状态。你们2个人呢是会非常的忠诚，而且彼此信任的。大家会专注在对方的身上，给予足够的关怀，给予足够的体贴，并且会一起去克服困难，手牵手的走到隧道的尽头，手牵手的走向光明。当然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有磨合的地方，肯定也有爱情技巧不够的地方。很好的是呢，遇到问题哦，大家会诚实的去沟通，积极的去征服这些困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消除障碍的状态。2个人是不会轻易的去放弃，也不会逃避问题的，可以齐心协力的去克服困难，这是很好。任何事情呢，我们敞开了来讲，遇到麻烦呢，我们一起去解决，一起去计划。所以1+1大于2，2个人的头脑呢，肯定是比1个人的头脑更加的聪明的，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哦。而且呢，你们也会互相的赠送礼物。大家对彼此呢都是非常大方慷慨的，不会在金钱上面有太多的一些计较。谁挣的钱多一些呢，可能就多买几次单；
但是另外一方呢，也不会一直被动。即使你是女生，你是异性恋的话呢，你也不会总是等着对方男生来买单啊，请客。有时候呢，你也是会回赠一些礼物，送一些惊喜，给予一些浪漫。那有时候呢，你也会请客，请对方吃饭的。也许对方可能请客10次，那你呢会回请2次。最多的呢，就是在一种追求互相平等、互相支持这样一个互相尊重的状态之下的，而且这份情感呢，也充满着趣味，也是比较开放的。两个人呢，心态是很年轻的，是很外向、很活泼，也很热闹，一起去参加派对啊、活动啊，一起去玩乐，是一种没有任何控制、紧张感的情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3张牌卡呢，让我们感觉到有很多的颜色，也有很多的执着，同时也很大气，也有很多开心的氛围。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宇宙给你具体的一些讯息。我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首先第一张牌卡出现了天使牌卡，可以看到呢，这个人是你的守护天使派到你身边来的，你的需求他已经听到了，他会按着你当下对于爱情、对于爱人的标准而派这个人到你的面前，所以他会给到你足够的关怀，也是你所期待的恋人。同时呢，你们可能会在一些充满善意啊，或者是灵性，或者是有启示的一些场合中相遇的。你跟对方呢是有心灵上面的成长，而且他会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很可能会遇到和你精神层次上面有连接、信仰也可能相同的人。有可能你们会是在教堂啊、寺庙啊、清真寺啊，或者是在一些冥想、一些宗教灵修的场所相遇的，也有可能是参加一些宗教的仪式，或者是一些灵修的课程，或者是一些冥想活动遇到的这一个人。对有的宝宝来说呢，也可能是在去参与一些志愿服务啊、慈善活动，或者是救援组织，在帮助他人，或者是关心一些慈善活动的时刻遇到的这一个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人。对有的宝宝来说呢，也可能是在医院，或者是疗养院、康复中心、心理咨询机构，或者是对方呢，他是白衣天使，像是医生啊、护士啊这样的一个事业，也有可能呢是在一些能量疗愈课程、心灵成长的环境空间里面遇到的彼此。那他会给你带来更高的一些智慧，可能在思想上面呢多多少少是影响到你的，给予你更多的正念啊、正能量啊、积极啊。你会感受到他对你的保护，像是一个守护天使在你身边哦，会给到你足够的关怀，会给到你足够的爱的能量。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房子、家这张牌卡，代表着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会是在自己家中，或者是在家庭聚会、一些节庆活动啊、结婚仪式啊，或者是你的家人、亲戚朋友给你介绍，然后促成你们2个人相遇的。当然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你住家附近，也许是你的邻居，或者是你居住的这个社区遇到的这个人，或者是在家旁边的一些家居用品、超市、家居装饰品，在这些相关的
商店遇到的，当然也有可能呢是在房地产公司或者是在看房的活动啊，在房产展销会上遇到的这个人。总之呢，有的宝宝可能会是通过跟于家庭啊，或者是家居啊，或者是一些住家环境遇到的。当然你跟他呢是有很多灵魂上面的共鸣，也有可能你们在认识很快的时候，他就邀请你到他家，让你看到他的家呢是干净整洁的，他是一个居家的人，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展现他是单身，没有很复杂的情感关系，希望呢给予你足够的安心，希望可以跟你建立很正式的情感关系。还有就是他可能是你的灵魂家人，他会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然后给到你对的一些导向，会给予你更多积极的力量，也会给予你更多的安慰，家的稳定感。如果曾经呢你接触的人可能没有给你带来你想要成家，你想要结婚，你想有承诺的情感关系，想告诉你新的恋人呢他会给予你想成家非常充满期待积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呢，我们还出现了舞蹈这张牌卡，所以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有舞蹈有表演的热闹场所认识的，也可能你们相遇的环境呢是有一些音乐，是有一些表演，也可能是你在报名参加一些舞蹈课啊、舞蹈培训班中认识的这个人。那如果你本来就是学舞蹈的话呢，很可能他就是你的同学，很可能你们就是去有舞蹈比赛、舞蹈表演的时候认识。那也有可能呢是在一些有演出的舞蹈俱乐部啊、舞厅啊、一些社交舞会啊，或者是一些舞蹈派对之中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这种以欢快气氛的聚会之中，或者是一些文化节、街头表演、嘉年华、国际文化节、传统节日庆祝这样的一个热闹氛围认识的。但很可能你们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们都会去参加一些很热闹好玩的活动，两个人呢是丰富的灵魂碰撞在一起，不会出现很无聊啊或者是乏味的关系。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奖、得奖啊、奖杯啊这张牌卡。对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一些颁奖典礼、颁奖仪式、庆祝活动、庆祝宴会聚会之中遇到的这个人，或者是在参加一些表彰的活动，也可能是体育活动、体育比赛活动有颁奖这个环节的地方认识到的彼此。那么我们还抽到了 email 邮件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在网络线上认识的，最刚开始呢只是通过网络上面沟通，也有可能是在一些社交媒体呀，或者是论坛、网络的社区之中，通过私信或者是邮件功能跟这个人开始的交流，也有可能是在参加一些线上的课程啊、网络的研讨会啊，或者是在线培训，或者是参与到网络上面一些爱好、兴趣小组的讨论、线上社区。最刚开始呢，可能是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啊，或者是在网络之上慢慢的进行沟通。对于有的宝宝来说，也可能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这个是你的客户，然后有时候呢，你们会用邮件联络，慢慢的越联络呢，就开始聊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越聊越投机。无论如何，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你们很可能就是在这5个状态环境里面认识到的彼此。这个人呢，他的个子应该是中等的个子，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大概就是1.6米到1.68米之间。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在1.75米
7到1.78米之间，个子呢不会很高，但是也不会很矮。然后他的身材呢是属于也是比较标准的身材，不会胖也不会瘦，其实长得是非常精神的，而且他的站姿、他的坐姿呢都是比较挺拔舒适的，但其实整个人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气质，有一种松弛感，会给人一种比较放松沉稳的感觉。他的穿着风格是很喜欢那种简洁舒适的，他重视衣服的舒适度，而不是时尚感。他也不会佩戴很多的首饰，会不太在乎大众的当下时尚潮流是什么呀，时尚趋势是什么，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关注，就是自己穿着舒服，给人一种干净、清爽、整洁的感觉就好了。这个人没有太多夸夸其谈，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性格。在刚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倾听，不会太多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态度，给人一种很平和亲切力。而且他的眼神呢是炯炯有神的，眼睛蛮大的，很精神的一种状态，感觉他是一个比较聪明有智慧的人，不是那种很小聪明很小心机的状态，而是有大聪明，很多事情都比较通透，所以比较低调，没有太多的高调感，那是比较独特而且有一定的气质气场的人，还是比较有魅力的，让别人觉得他有一定的神秘感，对他呢很容易产生一些好奇之心。这个人也是越看越舒服，越看越帅气，或者是越看越漂亮，给人整体的形象呢是一种比较优雅、比较稳重概念的，一般来说就是爸爸妈妈很喜欢的那一种类型。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处女座、狮子座、水瓶座、双子座，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是在狮子座、水瓶座、处女座、双子座。他有处女座追求完美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多时候对细节都非常的 care 关注，容易对一些事情产生执念。那因为他希望任何事情都做得 perfect， 所以容易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感到不安和焦虑。再加上呢，这个人是很专心的，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所以对于自己的工作、学习或者是任务都会给予100%的投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尽善尽美。他会不断的去审查，不断的可能去反省，不断的去观看，希望自己做得足够的好，对自己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他也有狮子座的勇气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很多时候呢是喜欢冒险，而且不怕失败，愿意面对所有的挑战，不是一个特别羞涩或者是特别逃避的性格。对于自己的梦想还是很坚定执着的去追求的，大部分时候呢都是比较自信而且很有力量的，大多数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领导风范。除此之外，他还有水瓶座的创新，喜欢新的一些 idea， 那喜欢打破常规，探索新的事物，不是一个特别守旧啊或者是封建的人，想法呢还是比较开放的，而且他的眼光是比较长远的，不会鼠目寸光。更多的时候呢，他很注重合作，注重团队的力量，他也喜欢跟别人沟通，那善于跟别人沟通，有很好的社交能力，可以跟可能不同技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一起工作，不会有太多的区别之心。当然，他也没有把人分成3、6、9等啊，或者是太多偏执的一些极端的想法啊，或者是他
看一个人，不会看一个人的外在条件或者一个人的外貌漂不漂亮、帅不帅气，他更多的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跟他合拍，两个人能不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他最主要是看对方的性格和对方的灵魂。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之心，喜欢学习，喜欢探索新的一些事物啊，对新的知识、信息、技能都是充满着渴望的。当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天马行空，任何事情都跟他聊，都跟他讲。实际上呢，他对于越是自己没有听过的故事，或者是越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想法，是有很强的探知之心的。特别你又带他去一些他没去过的地方，无论是他没吃过的美食，他没去过的餐厅，他没去过的地方，他没有接触过的人，你给他很多新鲜的血液注入的话呢，他就会对你非常的痴迷。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和你挺合拍的人，你知道吗？你们两个人呢是有很多行动上面的合拍的。你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要去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们是完全可以合作，是非常搭的。他讲话的时候，你会很仔细的听；你去讲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会仔细的听。你们会从彼此身上学到一些很正向的东西，很多的一些智慧，并且两个人会互相的关怀，互相的体贴的。虽然在经济上、金钱上面，大家都是比较各自独立的，有各自的收入和支出，不会去管理对方的金钱，也不会去计较对方的金钱，大家也不会把金钱物质放到一起去做投资，一起去做管理哦，都是自己去投资自己的，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当然男生呢，可能在共同生活使用上面就会多支出一些，但是不会有金钱上面任何的纠纷，这一点保持得很好。比如说你们一起去旅行的话呢，可能对方他负责买机票啦，或者是订酒店啦，那可能你呢就会负责途中的餐厅，或者是一些小的费用。你们都是有自己的存款，也有自己的信用卡的，旅行费用没有讲出来哦，是平摊 AA 制，但是大多数时候呢，就是都会去很好的做金钱上面的分配跟合作。其实这种感觉呢，会让你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舒服。你们可以带给彼此很多的幸福和满足感，你们都非常重视这份情感关系的安全跟稳定，大家都愿意为了这份情感而进入到建立家庭、婚姻承诺的关系里面呢去做努力的，都愿意积极的去滋养这份情感，而且其中一个人会就是这种搭配呢，有点互补哦。当其中一个人没有办法拿定主意的话呢，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站出来，给予积极的这种向导的，给予积极的行动推动力。所以是彼此互相的支持，共同的发展，在感情上面是非常和谐的，这是很好的一个讯息哦。那么也告诉你呢，下一个新恋人很可能就是可以跟你共建家庭的人，或者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是一朵很好的桃花，应该是你的正缘，值得好好的珍惜。那我们继续来看宇宙会给你其他哪一些讯息。这个人很快就会出现了哟，很快呢，意思就是在半年之内，好吗？不会超过1年的时间，对方肯定就会出现。很好的讯息。当下呢，看到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会有很强的一种情感上面的支持，你们愿意去给对方
很多情感上面的安慰。也许今天他的心情很低落，或者是他在工作上有压力的话呢，那么另外一方呢就会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带他去吃好吃的呀，那带他去玩乐放轻松，去按摩呀，帮助调整他的心情，或者是给予足够的拥抱亲吻，让对方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这种情绪上面的难关。所以大家会给到彼此很好的情绪价值，也会给到行动上面的支持的。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跟他聊，他是会愿意去帮助。希望两个人是可以彼此激励的，是可以在这份情感之中互相得到启发，然后共同的成长。他会给予你足够的信任照顾，他也会把自己快乐的事情分享给你，他懂得欣赏你身上的优点，但是他也会包容你的缺点哦。在这份情感上面，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说精神上的，他都愿意为你去做妥协，那愿意给到你最好的一方面，他会承担起这份情感上面的责任跟义务。即使她是女生的话呢，她也是有足够的责任之心的，非常的好。而且呢，你们也会跟对方什么事情都聊，他今天工作上遇到了哪一些烦人的事情，哪一些开心的事情，那同事可能给他开了一些男生玩笑，他觉得有意思的，他可能都会给你讲，你们都会成为一种无话不谈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又会给到彼此很多的空间，没有太多说24小时我们随时都要在一起，随时都在打电话，大家都不是恋爱脑，是在一个比较成熟而且互相尊重理解的基础上面，让你们的感情呢越来越升温，越来越忠诚，是真爱，是真心真意的。他对你非常的喜欢，很上头，他很爱你，他只想跟你在一起，他也很感激遇见你哦，他会很感恩相遇，他也希望你一切都是顺利的，每天都是充满着这种幸福感跟喜悦的。有时候呢，他会觉得遇见你是不太真实的事情，他会觉得你非常的优秀，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你把你的自由的时间空间都愿意舍弃跟他在一起，他会很好的珍惜你，所以他也是有一定感激之情的人，那么会好好的去珍爱这份情感的，这一点很好。而且当他难过的时候呢，他会看着你的照片，那种感觉就会好多了，所以他会觉得你给他一定的美好、积极、疗愈的影响力，你可以帮助他度过情绪低落的时刻，你可以让他更加的坚强，更加勇敢的去面对生活里面的所有的麻烦，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会觉得你在感情上给到他足够的支持跟安慰，你也会给到他很好的情绪价值，所以彼此很少去吵架呀，或者是出现太多的一些矛盾，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做沟通，可以直接的讲出自己的一些要求，自己的满意，自己的不满意，都是会去讲的，让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屏障跟隔阂，你们之间的磨合时间其实也是比较短的。可以看到呢，你们之间的感情呢是慢慢发展，循序渐进升温的。最刚开始呢，也没有觉得这个人你会跟他有很长久稳定的发展，只是对他有好的一个印象，然后慢慢的更多的接触之后呢，就成为了朋友，慢慢的放下了这种防备之心，会觉得他跟你越来越合拍，在更多的认识了解之后呢，确定这个人其实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这种情感是细水长流的类型哦，而且也是
又是恋人又是知己，非常的亲密。虽然你们发展的速度很快，而且最刚开始呢虽然你们发展的速度是很慢，但是呢这份关系没有太多的这种紧张感或者是压力，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建立了爱，自然而然的发展成恋人关系。你们之间也不会定下来太多的一些原则，太多的一些规矩，就是一种很顺理成章的舒适度。对，是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之下，成为了彼此依恋、信任的人。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关系哦。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呢，是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稳定的，完全可以玩到一起去，也可以聊到一起去，会真正的找到了一个适合你陪伴、共同合作、建立未来的人，非常的靠谱哦。所以亲爱的，你的新恋情就是你的正缘，可以好好的把握，修成正果，花开富贵。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话呢，在视频留言接收宇宙给你的新恋人，你会幸福这样的字样，让我们显化美好爱情。那我们就拜拜，下一次见咯。亲爱的，怎样的新恋情正在向你靠近呢？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生活化的、接地气的爱情，一种真实而平凡的情感体验，不是那种充满着烛光晚餐，然后有很多的鲜花礼物，而是一种非常生活的很细微的情感小事。比如说在周末的早晨一起准备早餐啦，或者是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简单的做饭，彼此的情感陪伴，倾听对方的一些想法、一些期待。可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另外一方呢细心的照顾，煲一些热汤，或者是递上一杯热水。这种爱呢是包含着关怀和爱情的深度的，是精神上面更多的一种连接，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一种油盐酱醋茶的相处模式。两个人呢是非常的坦诚相待，并且可以表达内心的想法、内心的感受。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共同的沟通，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共同的成长。总的来讲呢，就是一种很老百姓平凡的情感生活，不需要太多的罗曼蒂克啊，或者是一些华丽的外表，而是在这种日常琐事之中体现出来的彼此的这种关心陪伴，能够在生活的风雨之中呢去互相的扶持，共同的前行。而且对方呢，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生活化的人呢，内心里面呢是很平静平和的。对于他来说，城市的喧嚣或者是物质上面的繁华奢华的体验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需求，他不是一个欲望很多或者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物质主义者，更多的呢是想就感受生活的这种平平淡淡、舒舒服服，不需要有太多的人脉，不需要有太多的应酬，也没有太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反而呢会远离有毒的人，会远离有毒的环境，是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的身心灵，非常的健康。而且他不会为了金钱或者是一点点价值项目就去拍马屁呀，可能就去要利用他人，要去骗人，或者是做一些
奸商做的一些事情，但对于他来说，就自己舒舒服服就好了。自己的工作呢，挣得到生活的钱，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自由，享受自在，享受空气，享受纯净的水，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是一个给予你足够照顾，并且是很成熟理智的类型，他会很有边界感，在关系里面他会尽可能的去建立互相平等支持的关系，而且他也很注重能量。如果跟他不合拍的人，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他是可以转身走开的，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想要去接触的人身上。他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些形象或者是话语或者是态度，他只在乎自己的这种身心健康。那么他喜欢的人呢，他就会有更多的联系，更多的互动，而且他喜欢和那种有智慧、积极、善良、品德修养素质好的人接触。心态呢其实是非常的正直的，而且他也会有很强的自我独立。在感情里面，他绝对不会依赖别人，他会保持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在关系里面，他也会保持自己有个人的空间的。同时，他在金钱上面也是非常独立的，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赚钱的本事，不用说要赚太多，就是有一定的能力，内心是很富足、很自信的。他也不会在自己外表上面去追求要有很时尚的衣服啊，或者是让别人看到他在用奢侈的东西啊，看到他是一个富贵的人。他不追求外在的这些华丽，他是有更多的这种自爱，提高自我价值，也不会在物质世界里面迷失自我，感情里面迷失自我的人，并且他会用积极的语言和自己对话。那他是耐得住寂寞，他也可以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审判周围的人，时不时的会去做一些断舍离，断舍离一些人际关系，那断舍离自己一些不好的思想。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会比较直接开放的去做沟通，会倾听别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也会讲出来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自己对别人的要求，不喜欢太多的隐瞒，或者是有任何的虚假包装，是一个希望生活简简单单，感情世界也是简简单单的。遇到合拍的人，那么就好好的守护珍惜，没有遇到的话呢，自己一个人在自我的世界里面也可以非常的安好。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合作精神的人，有决心，有耐心，也有一定的耐力。所以亲爱的，你遇到了一个其实心态特别成熟，而且很和谐、很健康的恋人跟恋情。你们彼此呢还会经常一起去运动，那一起去旅行，一起去锻炼，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恋人哦。那你们会是在哪里认识的呢？首先我们出现了前任这张牌卡，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你之前的前任哦，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在情侣关系里面，刚好跟对方可能有一些矛盾，当下呢大家都在冷静期，可以看到你们会再续前缘，会和之前的旧爱再重逢，再和好。之前在情感上面出现的磨合，其实对彼此都是一个考验哦。当然也会给彼此更多一些时间去冷静思考，让你们更懂得处理这份关系，让你们更知道要珍惜彼此，所以会有破镜重圆的能量。
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这个人可能是你们之间有前世姻缘，也许不是在这一世，在之前的某一世你们就相遇过，有一定的缘分，相约今世呢再续前缘，所以会有比较强的缘分的。那我们这边出现了学校这张牌卡，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学校认识的，他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他是你的学长，或者是参加一些学校的培训啊，学校的社团啊。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也去参加一些兴趣爱好培训班，或者是去学习技能的这些地方认识到的彼此。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同事，或者是通过公司，通过自己的事业认识到的。接下来我们还出现了电梯这张牌卡，这个有意思，可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常见的地方，也许是在一些居住楼，或者是在工作场所的电梯里面，也可能是在交通工具上面，因为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飞行这张牌卡所以有可能是在火车啦、地铁啦，或者是飞机上啦，也可能是在火车站、地铁站、公共交通。无论如何呢，是有帮助你从一个地方直达另外一个地方的这种交通工具上认识到的彼此。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海洋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在一些休闲户外活动中，有可能是在海滩啦，或者是在一些海上的活动，比如说冲浪、潜水这样的培训班，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假的地方认识的。无论如何呢，很可能是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偶遇到的彼此，有很强的偶遇能量哦。最可能就是前任、学校、公司、那电梯、飞机，或者是人潮海洋之中。敬请期待吧。那对方他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跟性格特质呢？我们就来解密吧。他的个子应该是比较高的，然后身材呢是比较标准的，不会胖，可能有一点偏瘦，但也不会太瘦，身上可能是没有太多肌肉的，但是他长得比较标准，还是比较好看，不会很帅很漂亮，不会很打眼哦，但是呢绝对长得也不会难看，看着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给人一种平衡、和谐、很有自控力的这种感觉。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接受度比较高的人，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可能也是一个双性恋者，他可能会接受不一样的性取向。这个就代表着，如果他是异性恋的话呢，那身边有朋友是同性恋的话，他都觉得没有关系，想法上面呢是比较开放的，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啊，或者是种族歧视。这个人是一个内心其实比较平衡的人，而且他很温柔，有耐心，对生活一种平静的态度。外貌呢是那种比较端庄大气的，不会有太张扬的这种外形特征，给人一种比较靠谱的印象。而且他的穿着打扮呢，偏向于这种简洁、有质量、舒适的衣服，注重一种自然的美感，不会佩戴太多的一些首饰，或者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纹身，或者是染发，
不会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人，中规中矩的形象，中规中矩的穿着打扮，更喜欢穿一些正装。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天蝎座、天秤座、双子座、摩羯座、狮子座、双鱼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狮子、双鱼、摩羯、双子、天秤、天蝎。最主要，他有天蝎座神秘的特质，是一个很懂得隐藏自我、很注重自我隐私的人哦，不会太过于的外向、夸夸其谈，是比较低调型，不会过于的高调，而且呢，有很强的直觉能力，很懂得察言观色，也有一定的调查能力。他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不会轻易的建立任何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他一定会了解清楚对方是否是单身的，然后是否是合拍的，那是否是一个他想象的人。无论如何呢，他会偷偷的观察你的社交媒体啦，你的身边朋友，从了解你的身边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事业这些，慢慢的了解到你其实想法是很聪明的人，而且呢，也是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有时候可以感同身受，比较敏感。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呢，他会是一个很注重稳定持久性关系的人。其实在感情里面是很专一的，一旦爱上之后呢，这种爱来得非常的强烈，即使你们可以2年不见面，但是他都不会放弃你，就是一个爱得很执着的人，非常的专一，而且他很优雅，给人的气质呢是一种平和、很美丽、很和谐的状态，就像天鹅一样。它已经非常的美好了，所以它不需要太多服饰上面的这种包装，而是它会注重自己的站姿、坐姿是否是挺拔的。其实是一个自带气场光芒的人，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善于去沟通交集，会给人一种视觉精神上面的享受，代表着其实他很好看，是越看越好看的这种类型，而且他很注重美，注重艺术，注重自我修养的提升，所以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是越来越漂亮或者是帅气的，而且他的这种美好呢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不是靠着年轻撑着的那种美好，而是他会不断的去吸收一些文化，去吸收艺术的品味，是很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也愿意不断的去提升自我，提高自己的自我价值。很少看到他穿着非常的邋遢，或者是不修边幅的样子，很多时候呢都是打扮得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也注重自己说话的语序啊，注重自己的一些说话时候手上的这种姿势啊，不会是在那边手舞足蹈的乱飞的，所以给人一种很稳定的优雅之美。另外呢，他也有双子座的头脑很灵活、很聪明、多才多艺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喜欢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了解一些新的文化，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对很多新的事物呢都充满着好奇心，有时候是比较有双重性格的。他有很积极、乐观、美好的那一面，但是呢，他也有消极、无趣的那一面。其实跟这个人在一起呢，你还是觉得蛮有趣的。他有时候情绪上面，或者是在一些行为模式上面会有一些多变不太容易猜到他当下在想什么，或者是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因为他总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新的话题，有一些可能新的计划，会让人感觉到
他挺神秘，也挺好奇的。跟他在一起呢，你不会觉得无聊。同时，他也有土象摩羯座的脚踏实地这样的一个性格，有上进心、勤奋、讲求实事求是，并且有自己的原则、纪律、规划。你会感觉他很靠谱，他做事情呢都是提前已经计划规划好了，不会很莽撞，或者是大大咧咧特别的盲目去做一件事情，做事情还是有一定的目标性的。他也有狮子座的自信、热情，该他表现的时候，他是会展现出来自己很有魅力、很有才华的那一面的。一般来说，在一些聚会派对之中哦，他都是属于很亮眼、有光芒的存在。要么呢，他就会绘声绘色的去讲自己的一些故事；要么呢，他就是很热情、很有活力的去招呼大家。那特别是那种在派对里面很羞涩啊，或者是很胆小的人，他可能都会主动的去跟别人聊一聊啊，让别人的情绪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自在。因为他也有双鱼座的温柔、敏感、善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很感性，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感，并且在感情上面也是大方慷慨，金钱上面也是大方慷慨的。他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有热情，而且很有想象力，是一个特别有魅力、情感很丰富的人。你跟他之间呢，会有很多的激情，你们的动作可能是不相同的。你们两个人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不同啊，或者是意见上面的分歧啊，可能有些冲突，家庭条件也许不同，或者是你们从小生活生长的这种环境是不太相同的，所以在做事情上面并不是很合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可能很喜欢跳舞，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很喜欢喝茶，或者是一个人呢是急性子，另外一个人呢是慢性子，可能在动作上面呢大家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别，兴趣爱好不同，但是你们两个人有很多想法是可以磨合的，很多价值观是可以磨合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你们感情爱得非常的深，你们会有很强的成熟、积极的爱的感觉，是有很强烈彼此的这种吸引力、化学反应的。即使你们的动作很不相同，但是你们都愿意为了对方去做妥协、去做改变，或者是去给到对方自由跟认可、肯定。他喜欢喝茶没有关系，就让他安安静静在那边喝茶就好了。他喝茶看书的时候呢，那你就去跳舞，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彼此互相的包容，在情感上面有很多的支持跟理解的，不会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去改变，我需要你不要去喝茶，你跟我一起去跳舞，没有这样的控制欲，没有这样的一种占有欲。而两个人在这种情感里面呢，是会建立很深刻持久的恋情的，并且大家面对情感都非常的珍惜，不会害怕你们有任何的不和，或者是争吵或者是挑战而是你们愿意去保持开放的沟通，积极的解决你们之间的这种差异，让两个人可以达到平衡感。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距啊，或者是国度上面的差距啊，但这些差距呢，这些不同都不是问题，正因为可能有这些不同，增加了你们彼此的吸引力，也可能正因为这些彼此的不同，让你们对待爱情呢更加的成熟跟理智，更加的包容。两个人在关系里面呢是很稳定的，非常的大气，面对这份情感不会自卑，不会焦虑，不会担心未来，就纯粹的是我爱你，所以我想跟你在一起。
那么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我不会对你有太多的一些干涉，我会给予你足够的支持，爱的力量。这份感情里面呢，充满着甜蜜，两个人是真爱。其实这份感情最刚开始是从单相思开始的，你知道吗？其中一个人先暗恋上的另外一个人，可能不会很快的去表达对方，或者是去追求对方，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暗自的了解跟观察。但很好的是呢，对于你们之间的情感大家都是保持着一种很乐观、很积极、正面的一种心态想法的，相信自己如果很真爱对方，给到对方足够的美好的话呢，那么对方呢肯定也是会看到自己的，也会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因为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会有很多的一些真心实意，没有任何的欺骗啊、虚假呀，或者是利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桃花，并不是偏桃花哟。而且这份情感里面呢，大家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会积极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开心结啊，解开误会啊，保持足够宽容、和解这样一种态度。两个人在一起呢，是互相给予自由跟足够的舒服度的，也是可以互相依靠的。他在纸上给你写了一封信，但他不敢给你看，那很有可能就是他暗恋你在先，是他对你单相思，内心深处呢是对你有很深刻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点害怕或者是不安，怕你拒绝他，所以最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焦虑，但最主要的是在观察，看你是不是单身，看你能不能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会慢慢的去争取你的情感，他对你的感情呢是很深刻的，他也可能有一段时间跟你成为朋友，会担心破坏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敢太快的就表达出来，不敢做任何的冒险，是很舍不得去失去你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缘分。你给了他很大的一些启发，你是他的 muse， 你对他有很积极的一些影响，他把你看作是他自己灵感的源泉，可能你的一些特质啦，或者是一些行动啦，有鼓舞到他，有影响到他，给到他更多的动力。他喜欢跟你交流，可能你的一些思想是会给到他一些新的 idea 的，也可能你的一些行动会让他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他对你的欣赏不仅仅是爱情，也可能是你的才华、你的智慧，或者是你的行动、你的这种性格，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多多少少呢，他有一些崇拜你还有就是他能感受到你给他的爱，这是非常令他兴奋的。你对他的回应跟感觉让他有更多的肯定，让他有更多的激动跟幸福感，他很满足你们之间的这种能量互动，并且呢他也很开心，你也是喜欢他的。当他慢慢开始去追求你的时候，你有给到他情感上面的回馈，让他有更多的一些决心，更多的一些行动力。最刚开始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感他有一些不太确定，但是慢慢的会摆脱幻想，然后他去做一些有计划的行动，争取你的心。在看到你给他的认可、肯定，愿意给他机会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大胆的追求，最终实现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愿望。
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情感节奏，你也会很好的去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浪漫火花的。这份感情让你非常的满足安心，你会觉得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是很健康的。虽然当下呢，它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环境里面，可能它跟你还有点距离，也有可能他跟你确实是不同环境或者是不同国度的人，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好在呢，你们的情感基础是很扎实的，会很坚定，认可彼此，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杂念啊，或者是混乱啊，或者是不专一的情况，就是在一种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一心一意只想要你，我非常的尊重你的选择，在这样的一种情感循序渐进的不断提升、爱护、收获之后，你们会建立很美满的幸福关系。在你们的爱情故事里面呢，也充满了成长，充满了共同努力滋润，以及逐渐去实现情感更加紧密的决心，所以是美好的缘分，最终达到非常幸福的状态。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祝福你收获自己的爱。如果你喜欢这个爱人的话呢，记得在视频下方打出来接受新爱人，接受新恋情，感谢宇宙这样的一个感激字样，让我们来显化幸福爱情。好，亲爱的，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哦，拜拜。亲爱的，你会遇见怎样的新恋情，怎样的新恋人呢？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的讯息。那么首先看到这个爱情会给你带来很多积极健康的能量。对方呢，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健身或者是喜欢运动的人，他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哦，希望自己呢都是在精神抖擞的情况之下，所以会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那在他的影响之下呢，可能你也会不定期的去做一些运动，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那两个人会有很多的一拍即合，两个人呢会有比较相同的一些兴趣爱好。你的新恋人他是一个很喜欢热闹，喜欢参加一些派对啊、活动啊、聚会啊，开开心心、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他会喜欢玩乐，最主要的是呢，和你一起去玩乐，去听一些演唱会，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那去感受一些音乐节，很活泼外向的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呢，你会觉得生活很丰富很精彩，而且他的家庭条件呢也是比较好的，从小呢可能父母就会给他很多物质上面的支持，会让他吃得饱穿得暖，也会让他有足够的金钱呢去打扮了，很可能他是一个比较追求时尚的人，很懂得去打扮自己，享受美食，享受美酒。你跟他在一起呢，会有很多美好的愉快的回忆玩乐，而且他的家庭观念呢，应该也是比较强的，是一个重视家庭、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家庭的教育对他是比较积极，但是也比较开放的，很有可能他的年纪并不会很大，心态呢是特别年轻，是很阳光，是很有活力的，喜欢去参加这种玩乐活动的人一般来说都还是心态特别的好，他会追求身心灵上面的健康，你们在生活物质上面呢都会有比较高的享受跟品质的。那么跟他是在哪里认识的呢？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做占卜解读。首先出现了彩票这张牌卡，预示着
你的新恋人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他会给你很多积极乐观正向的影响能力，就像是你中了彩票一样哦。他可能是一个万人迷，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魅力，身边呢是有追求者的，他不会轻易的去谈恋爱，但是他遇到你之后呢，他愿意舍弃自己单身的身份，舍弃自己的自由，和你在一起。那这呢是你的福报，你的运气，遇到好的缘分。另外呢，可能代表着你在一个充满运气、希望或者是有梦想的相遇场所遇到的对方，那是在一个比较意外的，但是呢又会令你很惊喜的地方相遇，可能是在比赛场所，比如说赛马啦，或者是在一些赌场，或者是在购物中心，或者是一些抽奖活动，有抽奖活动，有奖杯，这些有奖金的这种活动场所里面遇到的对方。也有可能呢是在有音乐的地方认识到的彼此，可能是在一些音乐会啦，或者是有 live 现场表演的地方，或者是音乐节，或者是酒吧，或者是在有音乐乐器相关的这种商店活动里面认识到的彼此，两个人都是充满着很多的这种热情活力相遇的感觉，有很多情感上面的共鸣，或者是有音乐共同的鉴赏力、审美力，你们可能对于音乐或者是对于艺术都会有相同的歌星，或者是相同的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了名人的这张牌卡，那可能他真的小有名气哦，就是在他的社交圈子里面，那可能是公认的帅哥，或者是公认的美女，或者是公认的被大家喜欢邀约的人，可能他有比较强的性格魅力，也有可能呢是你们是在一些社交场所认识的，在一些比较高调的社交场所，或者是和名人有关的活动中遇到的，比如说一些红毯活动啦，一些电影首映式啦，或者是签名会，或者是艺术展览，很可能吸引大众关注的这种公共活动或者是公共场合里面认识的，也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个名人网红啦，或者是有很多的粉丝啦，有很多的追求者。那猫咪这张牌卡呢，也有可能你们是要么在那种比较独立温暖或者是宁静的氛围环境里面认识的，比如说猫咪咖啡馆、动物收容所、宠物店，在充满了温暖和治愈氛围内的环境认识的，或者是这个人呢，他会有自己的小猫咪，可能和猫有联系。接下来呢，我们出现 family 家庭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在家庭聚会啊，或者是朋友的家庭活动，或者是社区活动，或者是在一些结婚或者是孩子满月这样和家庭相关的庆祝活动里面认识到的对方，也有可能是通过家人、亲戚、朋友所介绍的比较靠谱的人，在你们彼此认识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很舒服或者是很亲切的感觉。那对方呢，他应该是一个确实年纪有比较轻，而且有帅气或者是漂亮的外表，就是确实比较出众的，而且呢比较外向，是很眼神明亮，给人一种非常精神的感觉。他的身材呢应该是那种纤瘦型或者是健美型哦，充满着这种运动的活力。那他呢是一个不会给人太过于张狂或者是高调的状态，而是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不会太过于的大大咧咧。那么当然他该表现自我的时候呢，他会表现，
该安静的时候呢，他也懂得安静，是一个比较聪明、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很有可能他的穿着呢是没有太固定的一个风格，上班的时候就穿正装，下班之后呢就是休闲装，喜欢尝试不同颜色的衣服，但不想要有太多的一些 logo， 没有那种暴发户的特质，更多的是喜欢休闲风。他的穿着比较随意简单，但是又有一定的品味，也会注重衣服的质量，身上有一种淡淡的神秘感，但是跟人接触的时候呢，眼神是很柔和，是很亲切的。可能他是一个比较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子座、巨蟹座、射手座、双鱼座、白羊座、金牛座，或者是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白羊、金牛、双鱼、射手、巨蟹、双子。首先，他是一个很懂得社交，很懂得沟通、交流、讲话的人，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而且他喜欢去交朋友，也喜欢表达自己，在任何环境下呢，其实都是比较游刃有余的。他很健谈，有足够的好奇心，喜欢探索新的事物，喜欢听新的一些消息，别人跟他的想法不同的话呢，他会去倾听，他不会觉得别人是错的，不会是一个特别狭隘的这种心境哦，其实是比较大气，见过一定的世面，有大格局的人。那想法呢也很聪明，还有他就有巨蟹座，有耐心，懂得关心他人，有保护欲，善良、孝顺这样的性格特质，很照顾别人的感受，特别的温暖，而且很有爱心，也很心思细腻。他只要认定的家人朋友的话呢，他是可以足够的奉献跟帮助的，非常的仗义，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不会太过于的急躁。他认可的人会慢慢的培养情感，在感情里面其实是比较专一的，但是呢，他也有射手座喜欢自由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在感情里面呢，不希望有太多的一些束缚，或者是以爱的名义去改变他的一些原则，改变他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一个爱冒险、乐观并且独立的人，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喜欢探索新的地方、新的文化，喜欢旅行，喜欢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啊。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在感情里面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互相的情感依赖，那种亲吻拥抱甜蜜的在一起。如果大家不在一起，各忙各的话呢，那就好好的，不要有太多互相的电话呀，或者是信息，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朋友之间呢，不代表着跟恋人在一起，那自己的朋友就一定要去和自己的恋人要熟悉，关系要好。其实他不会介意这些，自己的朋友还是自己相处，那自己的家人呢也自己相处，不会要求他孝顺家人，你就必须要对他的家人好，不会有太多这些要求。其实想法是比较时尚的，比较年轻化的，因为他也有白羊座的活力，很有热情，很勇敢，很自信，喜欢挑战，不害怕竞争，行动力也是很强的，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就会积极的去争取行动，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很少出现茫然不知道如何做决定的时候，
跟他讲话呢，他的主导性也是比较强的，很少去讲随便啦、你安排啦，他会积极的给到自己的一些意见，给到自己的一些想法。除此之外呢，他也有金牛座丰富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是讲求实际求是，有务实主义者，也比较稳定，有耐心，重视金钱物质，重视生活的品质，对于自己用的一些物品呢，都会讲究质量、品味。然后银行里面的存款越多的话呢，他越安心，代表着自我的能力价值的一个体现，所以也会有一定的野心，喜欢那种舒适奢华的生活，并且也喜欢去高档的餐厅，穿质量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他的商业头脑就是比较有，因为从小呢可能受到家庭环境的教育是懂得管理自己的金钱价值。在工作之后呢，他会不断的去储蓄自己的金钱，因为他要在有一定的金钱之后去做理财，去做投资，让自己钱生钱。一边呢也要很好的利用这些金钱，让自己玩得开心，享受生活。那一边呢也懂得如何去找钱，让自己更加的富有，是有一定的功名利禄的欲望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宇宙还会给你哪一些讯息。哇，很棒的一些讯息哦。首先，这是一段治愈性的爱情，你们两个人其实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却可以不断的情感重生，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给予对方更多积极的一些影响。可能你们的家庭条件是不相同的，或者是你们从小的家庭环境教育并不是很同，所以大家的婚姻观或者是爱情观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差别。那大家有一些可能三观上面或者是行为模式上面都有一些差别，但是呢，你们会去沟通，你们会去磨合，两个人虽然有时候出现一些小打小闹，但是最终呢，你们可以让你们的情感不断的愈合，不断的提升。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不合，所以才会让两个人在感情里面更加的成熟，更懂得掌握一些爱情技巧，去解决你们之间的冲突。而且呢，它会给予你一种很强的安心安定的感觉。对于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们有的人可能是单亲家庭哦，你们对爱情或者是对婚姻没有特别安心或者是很强的安全感，可能在感情里面你们会有想要占有或者是有一点点控制这种欲望，或者是在对方没有及时回你电话信息，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安定感之前呢，你会有一些患得患失，害怕离别，因为单亲家庭造成的这种原生家庭造成的。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他会给到你足够的信念跟决心，给予你足够的安全感，让你自我疗愈，对于爱情对于婚姻不再害怕，而是呢大胆开放的去争取，去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感。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你的自我安全感会提升，你的自我价值也会提升，所以这份情感呢会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彼此，而让大家对于爱情对于婚姻不再担心或者是焦虑害怕，而是呢不再去看重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更多美好的新鲜的体验。只要当下是快乐的开心的，那么未来肯定也是快乐开心的。如果当下都是焦虑的害怕的，
那么未来肯定也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也会让自己越来越渺小，而这份感情呢，会让彼此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踏实。两个人呢，会从这份感情里面学习到很多，成长到很多，直至感情成熟，直至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忠诚跟信任。你们两个人会有一些可能短暂的离别啊，或者是闹分手的时刻，但是呢，缘分很强，不会轻易的就离别的，会有一些分分合合啦。但是在这些分分合合之中呢，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都会学到很多。你们俩之间的连接其实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在灵魂层面上是有很多强烈的共鸣，你们可以克服物质上或者是情感上面的挑战，你们可以去克服很多的一些误会，在感情里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耐心，更多的一些感同身受、同理心，慢慢的会更懂彼此，更多的给予理解跟互相的支持。所以确实在爱情上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在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上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体验跟学习。你们在这种情感里面是会慢慢的越来越诚实坦诚，大家不会有隐瞒或者是欺骗对方，有可能刚开始会有，但是也许就一两次小的欺骗之后，就绝对不会再有欺骗了，会反而呢越坦诚越舒服，建立更多稳固的关系。你们也会慢慢的去分享你们之间的日常生活啦、计划啦，或者是人生目标梦想啦，你们会更多的去增强彼此沟通的透明度，心与心之间的连接对话，会从两小无猜慢慢的转变到互相的这种宽容、包容、尊重、崇拜、欣赏，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感激进的状态。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人，虽然看着可能给别人的印象是一个很多人追或者是很有魅力的人，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会太信任他，甚至你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呢，是不是只是一时的激情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他会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他想跟你建立婚姻家庭，希望跟你进入到承诺的关系，所以很可能你们会进入到订婚的这个步骤里面。那也代表着下一朵桃花呢，就是正桃花、好桃花。很多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他就是你的正缘，你们很可能会建立婚姻，而且这份感情里面有很强的互相信任的能量。他会通过行动以及时间来证明他对你的真心。你们之间呢，很少出现一些冷战，或者是尴尬，或者是僵局，因为会即使是不爽，大家就直接讲出来，讲出来呢，可能有一些情绪，可能有一些脾气，但是都不会隐藏自己的一些想法。讲出来之后呢，这种情绪过了之后，两个人会去做沟通的，去找到解决这些情绪误会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方向。至少来说，有什么我们都直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慢慢的就让你们之间的这种真诚打开，然后建立了互相的信任、依赖，互相的支持跟鼓励。有时候当他很忙的话呢，他就会停下来想你，就像是呼吸新鲜空气一样。你对他来说是一种很舒适和放松的存在，并不是代表着你的事业有多好，你的外貌有多漂亮或者是帅气，他最主要的是你给他带来的情绪价值。他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能够让他在任何的这种繁忙或者是焦虑的状态之中呢，找到平静跟愉悦。很有可能他听到你的声音，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通了，都舒服了，心情就平和了。很有可能他跟你在一起，你给他的那种体谅，你给他的那种关怀就会让他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不焦虑，很舒服。所以他跟你在一起呢，他感觉得到很积极正向的那一面。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比如说有压力或者是忙碌的时候，他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你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跟你在一起的那种 energy 很重要。你跟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同，但是感觉却非常的熟悉，你对他来说很特别，很独特，给他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好像你们在见面之前就认识了很久了。他认为你是独一无二的，跟你之间呢有很深刻的这种连接，精神上面是有很强的连接的。当然了，你们是灵魂伴侣式的，你很容易懂他，你也知道他当下需要什么，你如何跟他去沟通，就是很自然的感觉，好像你们已经有非常强的默契了。他是一个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他跟你在一起呢，会觉得非常的安心，以及感觉被接受。他做很多事，他说很多话，你都是支持理解的，你都是愿意去尝试理解他，你不会想要去改变他，或者是指责他、批判他，反而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可以很稳定、很自然、很舒适。他很喜欢你身上的能量，你的性格、你的修养、你的学识，你对于他来说就是那种云淡风轻的感觉。我突然想到了一对明星夫妻，向佐和郭碧婷，感觉你就像郭碧婷那样的人。他可能有一点向佐那样的特质，家庭条件比较好，可能有时候呢在感情里面比较幼稚，但是你的包容、你的开放，让你们之间建立了很稳固的情感关系。他会很宠爱你，他会很体贴你，因为他很珍惜你在他的身边，其实他是非常感激的。你们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他会觉得很满意、很合拍，想要跟你共建未来。其实很快在一起就会想要跟你建立家庭了。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适合建立家庭的人。然后在感情里面呢，你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要求，他对你呢也没有任何的要求，你们都可以真实的做自己，维持自己本来的一个样子。反而这份情感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不会情绪化啦，不会感情用事啦，不会过于的去追求烛光晚餐，追求罗曼蒂克、甜言蜜语，而是两个人都非常成熟的去分享一些心情，去共建生活中的美好，去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养成更多懂得互相的体贴，因为其实会有很多积极的行动在里面，不是嘴巴上面讲我爱你，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的，而是真正的呢会去做一些动作，表达自己的真心，让这份情感更加的好，而且两个人会有很多新的开始，会有很多的冒险，会愿意为了这份感情呢做妥协跟改变。大家呢都会给予彼此足够的热情、希望、成长，两个人都会有很大的改变，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美好的事情，也尽量的去改变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棱角会更加的随和，会更加的舒适，会更多的
淡然一些，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情感关系哦。所以两个人都会很好的去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对方呢，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不用多说，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事件发生的。所以亲爱的，敬请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恋人的话呢，你确定你想要的话呢，你就在视频下方留言，接受这份新爱情、新爱人，感谢宇宙，表达你的感恩之情哦，让我们显化这份美好的爱情。如果这个人是你不要的，那么你就要在视频下方写出来，可能你不要这个人，希望宇宙呢给你换一个你期待的恋人是怎样的，并且在晚上睡觉之前祷告，向你的指导灵，向你的守护天使，也告诉宇宙你希望自己的恋人是怎么样的。越具体化呢，那最后他们就知道派怎样的人到你身边来了。当然一天的祷告是不够的哟，多一段时间，每天祷告同样的一些内容，当他们听见之后呢，他们会派到你期待的梦中情人来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当然你也可以晚上祷告，你期待这样的一个恋人出现，感谢他们正在显化你的幸福。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